用威胁的手段向澳日等国家支招，不这么做就自生自灭。美国方面估计怎么都没想到，遭殃的首先可能会是自己。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美国如今正想尽各种办法遏制中国的发展，其中台海问题则是近段时间以来外界所密切关注的。无论是向台海提供武器装备，还是派出军机在台海上空飞行，都证明了美国想站在台海一边对抗大陆。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当前根本无法保卫台海，也无法通过军事力量来摧毁中方的人工岛礁，更别提保卫日本等国家曾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前不久，俄罗斯媒体就提到，中俄两国所研发的高超音速导弹很可能会成为欧洲的噩梦，尤其是在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上。中国在这方面建造能够击沉航母的导弹以及潜艇的成本，比美国建造维护航母的成本要低很多。另外，外界均认为，目前中国高超音速导弹的速度已超过美军反导防御系统的反应能力。言下之意就是中国已经取得领先，而美国正在追赶，无法再保护欧洲等国家。近日，美国5大保守派智库之一的加图研究所的相关研究员就指出，美国现在想把中国遏制在自己的国境线内，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因此，该研究员认为，美国在亚洲搞核扩散，让亚洲的国家开发核武器，以应对来自中方的威胁。分析认为，这完全是昏招。首先，美国鼓励多个国家开发核武器，必定会给伊朗、委内瑞拉甚至古巴等国家拥有以及发展核武库的理由。到时候，第一个遭殃的不是我国，而是美国自己。毕竟，这意味着仇视美国的武装分子将更容易获得核武器。当全世界各国都拥有了核武器，美国不仅谁也无法指挥得动，还可能遭到敌人猛烈攻击。再者，随着中国近些年来在各方面的迅速发展，以至于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可以看到，现在这些国家普遍都在学欧洲的北约国家，搭着美国的便车，占着美国的便宜。菲律宾真的在乎黄岩岛？为何至今海军、空军还这么差呢？日本真担心失去主权岛屿？为什么国防开支仍未增加呢？说白了，都是在做样子给美国看。美国不是不懂，但现在美国需要他们帮助自己遏制中国。此次研究员就认为，围堵中国最好的办法不是美军介入，而是靠他的邻国越南、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印度等国家，让他们建立起能够威慑中国的力量，也就是核武器。事实上，与其再说是核武器，倒不如是把美国对东亚的真实想法给展露出来。如果这些国家不按照美国的意思做，未来美国则任由他们自生自灭。不过，这位研究员没想到的是，此方法一出，或许等不到东亚等国家支持，就会首先引起拥有核武器国家的不满，甚至如上述所说，进而一旦核扩散，将更容易遭到武装分子的打击报复，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直以来，印度为了加入五常，不惜打着增强军事实力的幌子，到处征集武器装备。加上该国对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越发感兴趣，一度引起俄罗斯的不满。在疫情期间，印度更是在充当美国马前卒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该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加速恶化。对于俄罗斯而言，无论印度是亲美还是反华，都在不同程度上损伤俄罗斯的利益。为此，俄罗斯对印度出手了。近段时间，俄罗斯单方面取消了与印度的印俄峰会，就连普京计划访问印度的行程也取消了。俄罗斯如此明显展示了对印度如今亲美举动的不满，印度却反而认为是俄罗斯先出尔反尔，指责俄罗斯此举动破坏了两国的友谊。在印度看来，俄罗斯突然取消与印度的活动以及访问印度的行程，都与巴基斯坦有关。据悉，此前消息透露，俄罗斯将加强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合作，增进两国关系。不管该消息是否在后来被证实，现在的印度已经认定俄罗斯可能会抛弃自己，选择巴基斯坦。不过，印度媒体却对此表示，哪怕是这样，印俄之间的战略合作也没有断，并且俄罗斯离不开印度，就像其离不开中国一样。他们自信地觉得，印度每年都需要从俄罗斯进口大量的武器装备，
印度是该国武器最重要的出口国。倘若两国闹掰了，俄罗斯将会损失重大。印度国内就此事件吵得不可开交，都在疑惑俄罗斯取消与印度之间的活动是为了什么。但实际上，莫迪这是被美国坑惨了。分析认为，俄罗斯心知肚明印度市场对本国武器出口的重要性，但随着美国制裁力度不断加大，俄罗斯只能改变策略，加强与其他国家间的联系，以共同抵抗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的打压。相比之下，俄罗斯也就清楚印度没那么重要了。当然，印度目前并没有认清这一现实，反而还在想着如何能够进一步增进与美国的关系。值得一提，前不久普京就已经对印度释放过明确信号，在对外宣布2021年2月份在巴基斯坦海域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中，英国、中国、巴基斯坦、日本甚至美国都在内，唯独印度出局了。当时印度就该明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已非常紧张，只不过自信过头了的印度人忽略了这一点，直到现在都认为俄罗斯离不开印度。照这么下去，印度迟早被美国的陷阱以及自己的愚蠢害死。未来不仅可能无法攀上美国这艘大船，反而会失去俄罗斯的支持。一旦俄罗斯抛弃印度，选择巴基斯坦，印度将再无获胜的可能。美国内部大乱，蓬佩奥果真要访台。在收到中方警告后，注意美方一细微动作。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前不久，就在美国国内爆发大乱之际，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外宣布将会访台，一度引起外界热议。当前，美国疫情越发危机，内部也产生巨大的矛盾。这个时候访台，不少人觉得蓬佩奥疯了。嫌美国如今的局面还不够混乱吗？过去3年，美国向台共提供了总金额超过15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约为4300亿元新台币。加上疫情期间双方之间密切的联系，可以看出台海目前已经成为美国身边的一颗重要的棋子。为了挑拨台海与我国之间的关系，不断派出军舰以及提供武器装备，如今又在美国国内暴乱期间对外释放出访台的信息。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就对此表示，特朗普官方少数反华政客正在不断上演最后的疯狂，不择手段利用最后的任职期间破坏两岸以及中美关系。面对这种伎俩，环球时报援引我国官方的话，以一篇措辞严厉的社评进行了回击。中方表明，无论此次蓬佩奥对外宣传的举动是为了在最后时刻做出什么突破底线的实际行动，还是别的什么目的，我方都需亮明坚决反对美方极限挑战，同时有决心对其给予强烈的痛击态度。中方必须要向美方发出让他们悬崖勒马的强烈信号，要让美国以及台海当局清楚地明白，倘若他们任何一方胆敢让蓬佩奥在任期结束前访问台海，那么中方的反应将会是排山倒海式的。尽管这次我方还是以口头上警告作为回应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次与之前都不一样。美国以及台海不用怀疑，真要敢踏出访台这一步，届时我军战机必定会在第一时间飞到台海上空，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宣示对台海的主权。倘若美方有什么过激的行为，那么必定也会遭到我方实质性的反制。